分享。Hello， 大家，不知道你们和公司的同事平常相处的怎么样呢？今年初我有幸加入了台湾 Google 这个大家庭，和一群假 I 的同事们呢共事。那只要大家一起聚在办公室里面的那个氛围，可以说是非常的热闹，就跟夜市一样。那这次呢，我们打算要把这个热闹的氛围呢带出国，直接从台北嗨到冲绳，让我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一个自驾游。那首先呢，先跟大家强力推荐一下，就是如果说你经常出国旅行的话嘛呢，真的可以办一张可以进入贵宾卡这种信用卡，因为真的很有必要。即便像是要搭乘联航啊，其实也可以在飞之前的时候呢，先大吃一顿，这样子的话嘛，到时候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就不会饿肚子了。那我个人呢是用的是国泰长荣的联名卡，那我的同事呢则是大力推荐的是汇丰旅人卡。那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嘛呢，其实我觉得新展的飞行卡呢，其实也蛮不错的。那除了有贵宾室之外呢，有机场接送呢，也会是超级重要的。像如果呢你要在前往机场的过程中间呢，有一些港口啊，或者说又要处理一些事情的话嘛呢，即便请假还是有些做不完的事情嘛。那这样机场接送呢，其实就蛮方便的。对，这边听起来怎么好像有点蛮社畜的感觉。那本很过分，他飞机上康扣的时候，还在那边开我跳。我原本要去找你，我就没找到你哎。没有，我这个还没有确定之前。为什么？12点开会很尴尬，那12点就来了。真的吗？我看到 Venus 跟丽彤还说 Hey Hello。有我看，你刚刚远远就讲妹吧，他刚刚跟我说你很坏，他说他坐在地上。可怜，然后Jessie，录影的时候，那这趟旅程呢，我们选择的是自驾冲绳。那其实要在冲绳自驾呢，并不难哦。不过呢，台湾的朋友们呢，我们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呢，即便我们有国际驾照呢，我们还是需要另外再申请一个日文的一本。那这个租车跟取车的方式呢，其实也跟我们在台湾租车蛮不太一样的。在冲绳的话嘛呢，我们需要先集合，然后呢，租车公司呢会派一辆大巴把大家载到这个停车场，然后呢，在这边呢再进行取车的动作。那建议大家呢要尽量选择就是有那种 ETC 吃到饱的专案，那其实可以省下不少的一个过路费。那详细的租车资讯呢，我们会放在下面，那大家有空啊可以帮我再去看一下哦。OK, 1, 2, 3, let's go. OK, 1, 2, 3, let's go. Come on, everyone. 实际上开上路的时候呢，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口诀，那就是左转小圈，右转大圈，然后雨刷其实是方向灯。对，那我看我的同事们呢，其实大概在10分钟左右啦，就完全适应了。也不得不说，这些老司机真的是蛮厉害的。在玩什么？就是有种出去玩的感觉啊！Don't be a backseat driver. Don't be a backseat driver. 什么意思？好可怕哦！小声就是小心出错。好啦，那第一站呢，我们去吃的是日本的猪排。那在冲绳必吃的其实就是阿古猪嘛，所以这家猪排呢，也就是主打的就是阿古猪。那我们可以说，这家猪排的猪是我们在整趟冲绳旅程之中吃到最好吃的，肉质量鲜嫩，然后油脂呢其实也算是刚刚好，不会到腻的那种状况，但也又可以吃到在嘴巴里会化开的感觉，所以真的蛮不错的。然后这家店的豆腐汤真的是一绝，真材实料之外呢，它基本上把整个豆腐都已经煮到化在汤里面了，颜色就跟豆浆一样，真的是超级厉害的。这间店还有另外一个蛮有趣的特色，那就是它有超多种的盐巴，有当地特色的盐巴，还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盐巴，然后颜色也是有各种的。那实测就是呢，你基本上只要沾盐巴就已经超级好吃了。那如果把盐巴跟那个猪排酱混合在一起的话，真的是超级赞的。那老板其实也蛮热情的，然后也很好笑，一直要抓住我们来合照。基本上呢，如果你想要吃猪排的话嘛，真的是大推这一家。那我也会把这家店家的资讯呢放在下面。Really? Comparing to which one? The black one. Oh yeah, the whole one.
Very wide, very wide.那我们这次要住的 Airbnb 呢，其实也是蛮夸张的大，而且也蛮漂亮的，是那种一早呢，你只要打开窗帘就可以被太阳给唤醒，然后呢还可以看到的是绝美的这个海哦。那基本上这是一个独栋的那种，然后呢，你如果穿过一个小丛林呢，还可以达到一个超级隐秘的海滩，真的是蛮不错的。唯一如果要说可惜的地方，或者说缺点呢，那就是因为它真的很接近大自然，所以说呢，可能会有一些昆虫，像是喇牙这样子的，会出现在 Airbnb 里面。好啦，那第二天一早呢，我们其实要出发的目的地呢是古雨利岛。那这边呢最有名的就是要去看这个古雨利的大桥嘛，然后还有它的虾虾饭。那这个大桥两侧的海呢是真的非常的漂亮，看到这个海的颜色呢，就让我明白了为什么每年呢总到夏天的时候，有这么多的台湾人呢都会到冲绳去玩了。穿过大桥后呢，马上就可以来到虾虾饭了。如果你来到冲绳没有来吃这家虾虾饭，真的可以说是白来了。虾虾饭的人潮虽然说蛮多的，但它有专属的停车位，然后其实呢室外也有蛮多用餐的地方，而且真的很好吃，所以我觉得蛮值得的。除了有新鲜的大虾之外呢，还会搭配上它独特这种蒜味的美乃滋酱，然后还有柠檬这个体味，然后以及不管怎么吃都会很好吃的这种日本米饭，真的是很厉害，让我们这群平常非常喜欢讲干话的伙伴，在吃饭的时候呢，都忘记要继续在里面拉比赛了。那吃完饭后呢，不妨大家就可以直接去旁边的海滩散散步。那友情提醒一下，就是呢，我们那时候去大概是7月份的时候，大中午的海呢就跟温水游泳池一样，超级热。不过海是真的很漂亮啦，所以说如果不去踩踩水呢，真的是完全说不过去。这边，嗨，有拍到我们？有，他360度，耶！好水，真的好水！不要 post 去 YouTube 啊！不会啦，不 post YouTube，post 到我们。那在吃完饭稍微运动后呢，我们按照大家的兴趣分成了各个小组。那接下来呢，我就将带大家去体验一下这个冲绳或者说琉球王国的历史呢，还有一些经典的必去景点。那在历史组的第一站呢，我们出发的是冲绳文化村。那这边有非常有名的呢，就是玉泉洞。那目前它所开放的部分呢，就有全长将近1公里，可以让大家呢一睹钟乳石的一些风采，那是真的蛮壮观的。I don't want to go first. Yeah, I can go first. But why? Oh yeah. 那如果说大家有去玉泉洞的话嘛呢，建议大家这个时候可以戴顶帽子，因为洞内的有些地方可以说是水滴不断，像是在小雨中漫步一样，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戴上帽子。石柱，这个 they are meet together, yeah. The one down below. Yeah. 上面跟下面合在一起。那这个内部的清泉呢，其实并非是水是青色的哦，而是因为水质非常的干净，透明度非常的高，因此呢，打上一些些许的蓝光，就可以形成非常漂亮的青色。好漂亮。对，好。
那在结束玉泉洞之后呢，这个文化村还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那就是可以去看一下琉球王国当时的一些建筑。那这里的风格就有一点像是一部分的金门加上日本加上东南亚那种 mix 感，像在金门常见这种风狮爷或是石敢当呢，其实都还是看得到。那由于呢，我们抵达时间刚好错过这种传统舞蹈的表演，所以说建议大家，如果你也有规划要来这个文化村的话呢，不妨先查一下就是传统舞蹈的表演时间，事先抓一下时间，不然的话你也会错过我们没有看到哦。他说你在通常会看很多人的家上面都会有石像，对。然后呢，他说是从很久以前为了要辟邪，然后所以呢就是他们的守护神，然后他会放在就是家里最高的地方，哦，其实冲绳以前没有拉耶。对，然后所以他也问说，为什么古代的时候会去制造狮子的石像呢？对，然后因为可能他们在一些文物中，就是从埃及来的一些中东，然后他们看到说，这个就是百兽之王似乎是象征王的权力跟就是神圣的象征，对，所以就是你看他就有画一些，你看菜啊，就是这些都是有狮子的，对。嘴巴打开的是男生，嘴巴打开是男生，对，然后嘴巴闭起来是女生，对。那离开文化村后呢，我们来到的是冲绳必去的历史景点首里城，建造在13世纪末14世纪初之间。然后呢，从15世纪到19世纪的时候呢，都是作为琉球的都城或说王宫的所在地。至今呢，大概500多年的历史。那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呢，由联合国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不过不幸的呢，是在2019年的10月31号的时候呢，意外的发生一场大火。那基本上里面呢，都很多种木造的建筑嘛，基本上都毁于一旦的。所以说，如今呢，我们如果到首里城去看的话嘛，可能只还看得到石墙而已。那预计呢是在2026年底的时候呢，会完成这些当初首里城主建筑的这个修复工作，这样子。不过虽然说首里城已经不复存在了，不过还是蛮值得来的啦。大家可以登高看一下冲绳的景色，然后也可以呢从首里城现存的一些残骸里面呢，去多了解一下那个琉球王国的一些文化底蕴。例如说呢，其实我们从首里城的主要干道中山门开始起呢，就会发现，这里的规制其实大致上呢跟日本的城堡蛮类似的，但是呢，它的城门的设计，还有刚刚说首里城的这些内部元素呢，其实是充满着中国文化的一些痕迹。那其实这也是因为呢，琉球王国当时就深受了中国跟日本的2个文化的影响。那其实呢，琉球王国一直以来都跟中国，然后呢有非常紧密的一个政治关系，所以说在首里城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中华元素。从1429年开始呢，中山王当初统一琉球的时候呢，建立了琉球王国的时候呢，就开始跟中国当时的明朝有比较明确的藩属关系。所以说每任的琉球国王呢，其实也都要到明朝去接受册封。那琉球呢，也是一直都跟中国维持的非常紧密的这个贸易关系。那更是在明朝实施海禁期的时候呢，琉球就成为了东亚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中心了，因为琉球可以透过跟中国这个朝贡制度来搭起这样的海上贸易。不过呢，这也成为了琉球被日本盯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在1609年的时候呢，日本的江户幕府呢就希望通过琉球来重启因为万历的朝鲜之战呢而中断的这个中日贸易。于是呢，江户幕府呢就同意了这个萨摩藩呢，然后入侵琉球。在1610年的时候呢，揭破了琉球签订条约。那这个条约内容呢，大概就是呢，这个琉球国呢必须要向萨摩藩称臣，然后呢，对于明朝呢跟日本这些的贸易呢，将会由萨摩藩来进行控制。但是呢，其实如果要达成像在中国这样子的一个朝贡贸易的情况下呢，其实就必须要有意的在表面上呢维持琉球王国的一个独立。
那于是呢，这样的历史背景呢，其实也就奠定了其实琉球在现在国际政治上的一个历史定位。怎么说呢？根据1951年9月的旧金山合约里面呢，其实琉球诸岛呢，基本上呢是由信托统治的一个方式呢，交给了联合国，然后呢，并且由美国来获得相关的治权。但是呢，在1971年的这个6月11号的美日签订的冲绳返还协定里面的时候呢，这是美国呢将它的治权呢再返还给了日本。简而言之呢，就是按照旧金山合约跟冲绳返还协定里面呢来说，琉球至今呢不应该被视为是日本的一个部分，日本呢仅是继承美国托管琉球的这个权利。但事实上呢，在日本掌握琉球之后呢，其实早已经实施了一连串的同化政策，因此呢，这也成为了如今日本政府呢和琉球人民之间的一个比较敏感的一个议题。旅行其实就很常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面，透过一些景致啊、一草一木啊，常会勾起那些意外的巧合吧。我总觉得琉球的故事呢，其实跟台湾的一些历史政治呢有一些相似之处。因此呢，在我们在快乐的旅游之余的时候呢，其实不妨我们也可以去细品这些隐藏在这个一草一木之中的一些特殊滋味吧。好了，那了解完琉球或者说冲绳的历史之后呢，我们就回到了市区来享用美食啦。那这天呢，我们要去吃的是居酒屋。那这家最大的特色呢，其实不是食物有多好吃啊，而是还有独特的这个建筑的外形，然后还有它的价格，真是超级平价。我们整个吃到超级撑，然后也喝到超级饱，人均呢其实还不到1000块左右哦。所以说，相比在台湾啊，我们觉得同样的口味跟食材，1000块可能只能够吃个6、7分饱，但在这边呢，是大家可以吃到整个肚子都凸出来，真的蛮不错的。到了第一步就到。最后呢，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2024年呢，在日本被料的必喝饮料，这完全是炎炎夏日的一个消暑圣品，那就是现打果昔。经常自从我发现这个果昔之后，每天都必须要来2杯才能够有一个完好的 ending。然后他们就把它进行关上，关上之后呢，要按这个 OK 来按，然后呢，他会跟他辨认是芒果的，按 push， 他们就进去，进去之后先加一点点水，一点点，一点点水，这样子一些，然后进去取，它就会进去搅，对，搅拌，还没，对。来，它就汁了。来了。汁了。我觉得应该30秒到1分钟就差不多了。对。请问你有打算喝蔬菜口味吗？没有。我都来旅行了，要放松自己。好想喝野莓口味，但一直没看到。野莓有点。这家很好，因为它是先卖完。对，先卖完。每一间都是野莓先卖完。对，刚刚也没看到。对，昨天也没有。那昨天草莓我就觉得我觉得草莓超好喝。所以大家推草莓。推草莓，那我喝喝看嘛。你喝看看。会放音档还是？我们会大放特放。大放特放。对。什么乱放？对。反正我影片这边也没有什么的订阅，目前只有500万个。我的是有，你有是不是？对，你有。看一下你的，好。哇哦。OK。轻轻的来，我们就打开。请试喝，跟我们分享你的感想。搅一搅。好喝，真的很滑顺，但是没有很甜。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很甜呢，没有很甜，我觉得很甜，但我觉得喝就是很新鲜的感觉，就是跟你昨天在忘记哪一家店的那个果昔相对来说，就是很假。所以如果你在日本要找到其他很真的芒果就很难。那你觉得跟草莓比？我个人就是喜欢草莓，就是草莓，我什么东西都买草莓，所以我们2个喝完都推荐草莓。
下集呢，我们将带大家来体验一下冲绳玩水的一些行程。那我们会去的是世界唯二的青洞，然后与鱼群共游，然后呢还有去世界最大的一个海族馆，欣赏金沙、红鱼，还有超可爱的海牛。因此呢，如果你不想要错过这些冲绳最美的风景跟体验的话嘛呢，就帮我把这个订阅按钮跟小铃铛按下去吧。那如果说你也是喜欢看旅游影片，并且希望在旅途中呢获得一些历史故事啊，或者神话故事的话嘛呢，千万不要错过我的频道哦。前一阵子呢，我上传了一系列的埃及自助行影片，还有东京2024年必去的景点，以及呢树屋薄荷岛一些上山下海的大冒险。那么不想错过的话嘛呢，就帮我订阅我的频道吧。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拜拜。